欢迎来到天平岛，我是岛，不是岛民的岛，也不是导弹的导，是天平岛的岛。人类总说我这里是恋爱天堂，而我也不断见证着他们的爱情。初遇时，我第一个有好感的女生就是你。你会是我喜欢的类型。相知时，那你什么时候去啊？夏威夷？那咱俩什么时候去？可以啊。相爱那天，你要说什么？老公，我喜欢我们在一起吧。待会儿他过来的时候，我一定要跟他说清楚，就是我会把我全部给他。爱情真是个磨人的小东西。你对我有过心动吗？它是玫瑰还是荆棘？人家爱死你了呀！明天会怎么样？会有很多复杂的情绪吧，我觉得。我可以为了你放弃我现在的生活。我不要。小杨，分手吧。跟你说这话是很太重了是吗？对，太重了。想向你表白是好事情啊。真的是好事情。今天是他们在我这儿的最后一天，我将见证属于他们的最终抉择。要一起吗？我觉得你昨天跟我说的那个话，真的有让我蛮刺痛的。没有，我以为你给我表达是这个意思。我什么时候跟你表达这样类型的话了？我跟你说了一些话，然后你说小杨话不要说太重，就说太满。小杨，你现在说的话虽然说是很美，很美。就算进行到线下，你觉得，好像我失去了那种冲动。我觉得张恩达也就是可能也不是我人生中最理想的那个目标，那我觉得也是很 OK 的。你有那样子的想法，就是会让我觉得很恐怖。我是以为你是这样的想法。对啊，就是你能想到我，你觉得我是这样的想法，我也觉得很恐怖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往那一种境界去想。所以我说你是很理性的人，我其实不是。我就觉得你很理性。那就说明你还没有了解我呗，对不对？安达昨晚说的话，就让我其实蛮错愕的，我就想跟他谈一下我的想法，跟他再次确认一下。你觉得你对我的喜欢1到10有多少分？就是目前来看，就8到9分，还有1到2分是不确定异地的因素是吗？可能昨天之前吧，我觉得我的想法是你，就是你对我的喜欢可能感性和理性过半，就是各一半，没有一个感性比较突出还是理性比较突出。然后我对你的喜欢可能也是感性和理性过半，可能就是见面相处的时候感性会比较多，然后私底下一个人待着的时候，我还是会想到你，但是就是会想一些理性的东西。但是理性的东西不是在消灭我对你的感情，而是我在想说要怎么可以让这段感情更稳固。为什么我昨天晚上又突然发表那样的言论？其实就是哪样？你说的是哪句？你发表了还蛮多的。蛮多的，就昨天晚上的所有的发言都是偏向于一个90%理性的对啊发言，所以我很震惊。因为生活中还是要回归到那种状态的，所以我就怕你真的在岛上的情绪是很感性的，回到线下就是。我都已经跟你说了，我是一个感性的人，这点的自我认知我还是有的吧。我当时觉得你的感性就是充斥了你的大脑，就是觉得 OK 我不 care 线下任何问题，但是你总是要 care 的。但等你真正 care 起来的时候啊，是否会真的喜欢我，就是想让你想一下这个问题。可是在生活中也是有感性的一面啊，不是说生活中就只剩理性了，不是吗？生活中没有感性的那一面？有啊，生活中是感性更多吧？你在岛上还得理性的思考生存去留，生活中没有生存去留啊。你不爱了就不谈了呗，也不是会。不一样，我觉得在岛上的感性会更多一点。岛上的感性的都是因为它有这样的环境，对，去促使你生存去留。说实话，我也没有在乎生存去留，我觉得岛上的理性反而确实少一点。
你不可能有两个人在一起，即使没有异地的问题，他也会有别的问题。你总会有现实层面的问题，除非两个人是天造地设，但是大部分人不可能有这样的场景。而且恋爱为什么叫做恋爱？它就是需要感性的支撑吧。如果只是理性的话，那就不叫恋爱了，那叫理财，那叫风险规避，对吗？对。我不想要规避风险。没有，我来到这里不是来规避风险，我不需要。我昨天就说了，就有点像那种，我去相亲，然后见了一个门当户对的人，我对他就是没有感觉，但是他就是什么条件都很合适，我没有一个拒绝的理由，除了我不喜欢你。你觉得我昨天回来只剩感性吗？我肯定也有理性的去冷静下来思考。你那一路1个半小时开回来，我1个半小时坐回来，我也在想啊。啊，我知道了。那既然两个人都这么顾虑，这么纠结，就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想要最坏的结果了，那还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就像你登山，你不是在山脚下一点点先登吗？登到半路上休息一会儿，然后再想着继续登山，还是你到山脚看到那个山上太高了不去了，掉头回家？我就觉得我都已经表态了，我都已经告诉你我的想法了，为什么你还要再继续的去犹豫不决这个事情？我真的觉得我读不懂他了，一天一样。不知道是不是昨天的剧本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没有，我当时是这样说的，我说异地的问题就是有很多解决办法嘛。那你说我是不是觉得莫名其妙的？对啊，所以我知道我错了嘛。我有时候话说的太多，就会让你引起一些误会。你昨天晚上那个 idea 就真的是让我差点从那个台阶上滚下来。那你为什么不能听我在说什么呀？你脑子太愚笨了，就会想很多事情，就会想很多你讲这个话的出发点是什么。其实我们经常在纠结点，就是一直站在对方角度思考问题，但是一直没有猜透对方是在想什么。在岛上结束也是岛下才是一个开端，就像那种电视剧的番外一样。你在电视剧里面有个结局，但是电视剧之后如果还要继续有生活的话，它就到番外篇。番外篇的话就是一个新的开始，对吧？有道理吗？有道理。大家都说多听小杨的，我也认同小杨的说法。走了，再不走，真的是要在这待久了。其实我是很坚定的，但是我不知道恩达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就是我们一直都有在聊天，然后一直也没有一个很确切的聊天结果，更像是就是感觉上达成了共识吧。哎，别人都走了，大家都出去买礼物啦。哎呀，买礼物好难啊！过生日我知道送什么，这个告白送礼物还真第一次，从来没有在告白送过礼物，我真要晕了。人生第一次给男生告白，天哪！就买个戒指送给他们，直接结婚。我们现在要去买妍妍的定情物 ，Go Go！ 我觉得他现在应该也在准备给我的礼物吧，告白礼物。我还挺期待他给我准备什么的。
爱准备礼物的小女孩一枚，就是我会很享受那种给别人准备礼物的那种感觉。这个屁股真的太可爱了，感觉这个告白前的这段时间，包括这些时间，就是最难熬的。像考试一样，越近越紧张。你成绩再好的学生，你把所有题都做会了，万一就出了一道你没碰到过的题。哪一个好看？我觉得就是多买一点，这总不能出错。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羊的挂饰，或者是摆件，或者是那种小物件。总不能买一个羊角吧？那也不对呀、买一块羊肉给他，他喜欢吃羊腰、内脏，但这个就很不浪漫。这是你的内脏，要我做给你是吗？好像也不是很正确。买个什么篮球，但是也不对呀。他喜欢游戏，那我总不能给他买一个游戏，然后让他去完全玩游戏，忘了我也不行。不然我给他送双球鞋，不行，他们说送鞋不好。不然我给他包个红包，说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，算了。哎呀，到底怎么想的呀？哎呀，男人真的很难送礼，好难懂啊。大哥，司机大哥，你被告白的时候，你会想收到什么？不来电的话，什么都行了；不来电，什么也没有。就我最惨，第2次出道。我还好吧，第4次。你们已经很幸福了。不幸福。虽然说没有得到幸福，但你们的过程很幸福。幸福。你俩昨天还没睡好？我睡得晚，他先睡了。这个夜你也睡得着？他睡得老香了，说明还不够爱。还不够爱谁？爱村长。小鹿呢？什么感想啊？我人生百味，这个真的在岛上第一次体验了一半，学到很多，真的学到很多。倒也没有学到很多吧，学会做饭了。饭是真学会了。以后你就是陆大厨。陆大厨。哎，对，就遗憾吧，我觉得遗憾。我没有说就是真的不开心。什么风？把什么风放出去？去吧，什么风？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寻找你的生活的另一半吧。你在干嘛？怎么还赖着不走？哎呦，沈蜜蜂，跟我一样倔，跟你一样倔强，碰到墙了还要硬撞，撞破南墙也不回头。走吧，走吧。你这样放着，他一会儿就走了。说表白会去哪里表白呢？怎么还想人家呢？晚上表白肯定是一个在特定的一个地点嘛。晚上我们就坐一块儿，我们默默的。我们可以解说，承受着所有。那我不承受，是你承受。我跟你讲。哇，谢谢您嘞。其实我挺好奇你看到时候的表情。不，你到时候肯定是啊，上面那个要是我该多好。我现在不是就这个状态了，是吧？我吃饱了。走走走，最后一次回家喽！最后一次回家喽！有种舍不得的感觉。高一高，高一高。这么天气也是阴暗，难受，真难受。还是会有不舍。Hello， 哇，这么丰盛的吗？对，最后一顿饭了。哇哦哇哦！那个看起来好好吃啊！天哪！来吧，给你们送礼物吧。来，女生的，女孩子，来。谢谢，谢谢村长。希望你们女孩子都像水晶球一样包裹住你们，永远不受伤害，好吗？
这是想的词儿是吗？男生的是许愿瓶，希望你的愿望都能实现。谢谢。宁姐，有，到现在，谢谢。哇，好有心哦，还写了信呢。一佳，你这太感人了，我都流泪了。真的吗？太感人了，我的宝宝。一佳送我一封信吧，其实它就是一个妹妹对哥哥说的话。看完信，其实真的非常感动，也很荣幸有她这个妹妹。一佳，哎，这是送给你的，因为我觉得你特别聪明，你像一个学霸一样，在图书馆，然后希望你能不要再破碎，做一个快乐小狗。好，谢谢你。这个好可爱，真的很可爱。他拼的，真的你拼的，自己拼的。家人们，我给你们，就是女生，我给你们买了不一样颜色的口红，然后这是妍妍的。谢谢宝宝。这里面是那个积木，所以我觉得你们男生肯定很喜欢这种，希望你们可以保持这种童心。那最后一个，我解释一下哦。这个龙虾，看到它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搞笑，因为我们在岛上面嘛，就可能带一点海鲜回去纪念一下。但是在车上回来的时候，一家提醒我，其实龙虾还有另外一个含义，我觉得非常的棒。龙虾其实是一个非常专情专一的一个生物，它一生只有一个伴侣，就是祝福所有人能找到那一位。也希望我们的友谊能够长长久久。Yes。包的，谢谢。好吧，那咱们就坐下，咱们吃岛上最后一顿饭吧。好嘞，来吧。你说蔬菜是，我来这儿。谢谢。谢谢宝宝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吧。你这样我要做什么？把工作抢走。给你吃好的。谢谢你啊，一眼看到，谢谢。你要说什么？啊？要说什么？谢。你知道我在这说吗？对吧？真怎么说？真是疯了。你要说什么？谢谢老公。不客气。哎，睡一觉起来不认人了。哼。给你也准备了一份，这个也有寓意的礼物。寓意的礼物。对。你把大家的都铺垫这么高，你都不送一个只求婚钻戒的，好像下不来台。这个太夸张了，恋爱都没开始，求婚戒指，等会给你看。看看如果要打再打。不好关系。你要吃吗？可以吃一口。麻一份儿，是不是很甜？中毒了？你比较甜。这啥？啥鱼？但我感觉很好吃。确实。家人。等会儿必须控制住情绪，千万别哭，你一哭我马上就哭了。我已经在镜子面前练习了好多遍了，希望能感动到你。你可以不用准备那么好啊。什么意思啊？话里有话。是我们会睡吧？来吧，咱们碰一个。可以。Yes。从我们最初的不熟悉，到现在咱们相识相知，有人相爱，就希望岛内生活结束，回到现实，咱们还是一样，友情永远不会变，还是像在天命岛一样。好嘞，友情。来，干杯。岛上最后一顿饭了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要不我先说吧，因为我其实是第一个来到岛上的人，我第一天其实话很少嘛，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就是聊一些话题。其实说实话，没有想到我会在这里收获这么多，会过得这么开心。我自己觉得我在这个岛上我是最幸福的一个人。就是收获了大家特别多的温暖和友好，还有善意。其实我特别感谢就是燕婷。
你每次就给我做早餐，然后给我采花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就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岛上收到那种特别好看的花束，就是我人生当中收到过最特别也最感动的一个礼物。对。然后其实我也想跟你说，就是抱歉，因为我确实没有，就是能为你做一些什么事情。然后就是有一些时刻，就是会有一些逃避，就是闪躲你的情绪，对不起。没有。抱一个。很感谢你，很感谢你。那我也说一下吧。我觉得我跟小鹿之间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真正很好的去缓和这个，但是我觉得这不是问题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喜欢了同一个女生，但是我觉得在你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。不管怎么样，岛上的事情留在岛上，以后还可以做朋友。对，不管佳怡选择谁，或者谁都没有选择，但一定是希望她幸福快乐。Yes。这个我觉得也是回应一下查理，就是第一次在这种情况下，同时和另外一位男生追一个女生，我觉得我们彼此都给了对方非常多的空间，包括尊重。Yes。因为我们互相都明白，其实不想给佳怡压力。Yes。这一点上，我觉得我们是可以之后多交流，真的。我也想感谢佳怡，就是你一直跟我说的，做自己就好，不要想这么多。因为之前我就是可能锻炼自己用理性去控制感情，但是佳怡也让我知道了，有时候就需要把感性释放出来，所以我非常感谢佳怡。那我说吧，就是我觉得对我而言，我最大收获就是，在这学会做真实自己吧。就是感觉大家第一次见到我，都是觉得我可能会比较不爱讲话，然后有点装。然后包括我刚来这个岛上的时候，来之前我也特别紧张。我从小就不会去很爱主动去社交，所以其实，在前几天我有在一直想表现出来一个比较完美的自己。但是后来就是经过跟大家相处，真的会感觉到大家很热情，然后每一个人对我也都很好，就慢慢就是展现出真实的自己。个人我也很 relax， 我就放飞自我。过来，模仿一下他。哪有这样吴亦涵？然后我也很想去感谢几个人吧。首先是我的室友小杨。因为他真的是每天晚上在陪我聊天，只有他是最先去接触最真实的我的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想感谢村长，就是我们之间可能从第一天开始也会发生一些事情，但是后来我们也都沟通了，就是我就是希望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也之后也能是很好的朋友那种。对，然后最后就是你罐罐，你就是你。昨天叫他啥？叫了100声什么？叫了100声什么？这个你们之后就知道了。然后，哎，我其实有很多话等今天晚上都跟你说，跟你浅浅说一下。觉得你是个很腼腆的人。其实来岛上之前，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会遇到
可能是算真的挺喜欢的一个人，所以好了，就透露一下，就是好吧，好吧，就是反正就是之后再说嘛。希望你以后不要那么腼腆。好了，我也讲完了，大家一起。那我来说一下吧，就是我感觉我可能这么多天来，然后跟大家相处也没有到非常多，因为就一直在跟某位人一直在谈话，想谈出个什么。但是其实我最开始来岛上的时候，我没有抱着任何的心态，就是一定要去谈一个恋爱，或者是一定要发生点什么。我只是带着一个去体验的心态来的。然后我就是抱着一个开放型的心态去接收每一个人对我散发的光芒、热度，还有你们每一位对待生活，然后对待爱情的方式，我觉得都非常感染我。就是有爱的表达是不同的，有些人是非常炽热的，有些人是很细腻的，有些人是敢爱敢恨的，决定了就往前走。我觉得每一种方式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我，让我去重新去认识自己。其实我在最后几天的时候，我有去很认真的思考，就是开启一段感情的问题。但是就是很谢谢昨天涵涵给我们安排了这个约会，可以让我去看到我自己的内心。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一趟旅程真的让我收获到一个全新的自己。然后我也很谢谢就是大家的陪伴照顾，爱大家，谢谢。刚才大家都说了很多，但实际上我想和大家说的话都已经写在那个小信封里了，所以接下来一段话我就送给我自己好了。还是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，还像第一天一样。大家好，我叫陈一佳，一佳是一家人的一家，很高兴和大家成为一家人了。来岛之前我很害怕我会过敏，所以我带了很多的药。还真都吃上了，因为我在这里的11天可能有5、6天都在过敏。来岛之前我说我是一个很坚强的人，可是我在岛上的11天里哭了4、5天。我很在意去完美的完成一些事情，可是我搞砸了很多事。所以很多时候我越是害怕什么，越是在意什么，好像就越会发生什么。可是我又非常的幸运，在我溺水，脚底触不到泳池的底端，手摸不到水池的上沿的时候，是张子正救了我。在我有一天失去了所有选票的时候，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要保护我。没事，以后我叫你哥哥。你就是我哥哥了，哥。没毛病，以后你就是我妹妹了。在我没有佳明这样一个本来在生活中就是朋友，忽然一下就失去我的这样一个时刻，我又迎接来了一位新的能够包容我一切情绪的室友。我们俩现在是室友了。哇，你们带了这么多东西吗？所以我觉得我好幸运。如果说要总结一句在这里的感悟的话，我会觉得我重新认识了我自己。虽然我没有我想的那么坚强，没有我想的那么大胆，但是我仍然是一个充满了生命力，愿意去接受一切发生的人。哪怕经历了11天各种各样的情绪，我仍然可以和自己说，我超级喜欢我自己，我仍然是一个为我自己感到骄傲的人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！对，我们天平岛之旅就要散场了。有的人可能会带着遗憾退场，有的人会带着幸福离别吧。希望你们走了以后一直幸福下去。我们把遗憾留在天平岛，我们回到生活依然会幸福。包的，包的，来，喝一个。其实这10几天真的非常非常难忘，从第一天来，我第一个出场。Hello。
再到后面兢兢业业的做村长，好，各位旅客跟我走啊！再到后面去见证他们的爱情。我喜欢你。你给我的这个钱。Oh my god！ 一定要当着我们3个人面说这个话。我虽有遗憾，但我很开心。哎，我是主持人。哎，够快了吧，够快了吧！天哪！我觉得认识你们，然后要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一起生活下去，我就很开心了。能跟大家不管是内在或外在都非常优秀的人交朋友，就是我一个很大的荣幸这样。我开门了，等一下。BBC。你看吧，我说了。My bad。征服，我征服了，你同学征服了啊！太好笑了，我征服了，要我捋一下自己龙须刘海。哇！你那男人很优秀，其他的男人们也不错。我很感谢有天平岛这个地方，能让我去有这么一段非常不同寻常的回忆。我想说的是，我爱大家，我爱天平岛，我爱每一个人。我觉得非常开心能够有这么一段经历，这段经历是会永远刻在我的这一生里面。走吧，我们先回房间吧。 Let's go。马上就要告白了，赶紧回去准备一下。下雨了，我得打伞。哎呦，抱歉。Go。哇，好多花啊！给你送的花啊。哇塞，你真好。那你什么时候给我送这么满一堆花？等你死的时候。你该呸掉，你该给我呸掉啊！真是，呸掉，呸，快点！呸。真是。拜拜。拜拜。简单。你想好了没？想好了。说一次啊。不做，只是给他做。什么叫给他做？就是跟他说啊。唉，那你会对他说我爱你吗？我不告诉你。马上就要告白了，好紧张，就是怕忘词嘛，所以我就是一直练习，不能在重要时刻出错。我期待一个很热烈、很真诚的告白。涵涵给大家买的口红，待会我就涂它，涂的他告白。一家送了我一双鞋子，非常跟高，然后可以让我跟达的身高差没有那么大。准备好了吗，大哥？太紧张了。那我也打算现在我也安排，然后我们还是在反复的想要不要试着脱稿，后来发现好像挺难，因为我内容实在是太多。更造服务女愿还是比较开心的，因为回忆到的都是一些比较好的这种瞬间，有的时候还是比较幸福的这种感觉在写吧。有些惊奇的我会哭的，好感人哦。比方说，当我遇见你，你那双温柔剔透的眼睛出现在我梦里，我的爱就像你。村长说不怕别人骂他丑骂他老，就怕没人要。我一想到这个我就好好笑，我不怕别人说我没人要，我就怕别人说我老说我丑。
我对爱情一直是有一种很纯粹的向往的。村长会说我对爱情的想象太过于年轻，可是我仍然坚信这样的爱情是存在的。时至此刻，感觉收获了一群朋友，对我来说是更珍视的事情。很可惜没有在岛上遇到自己中意也中意我的人，多多少少会有一点遗憾。我觉得人生时间节点其实很重要，会影响很多东西。但是没关系，我觉得好的缘分自然会到合适的时机出现。也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吧，来这里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吧。一切都是天意，一切都是缘分。但我也相信属于我的爱情终将会到来吧。帅哦，帅的帅的。Thank you。就是可能是我梦寐以求的场景吧。我其实挺想跟佳怡说一些话的，如果有机会，我还更愿意的了解她。我觉得这11天的旅程很像一场梦，我所有的情绪都跟佳怡有关，有开心的。哦，腊肠狗，我的最爱。就有个愿望，谈恋爱了养一只。我选你，你开心吗？我可能会不开心。哇哦！我要是男孩子，我也会去尝试赛车，但是我手机很烂。没错，我会当你的滴滴专车师傅。看好好啊，专业就是不一样。这个明天就被淘汰。不可能，我不让人被淘汰的，你放心吧。但是也有吃醋的。这个碗够吗？这里刚刚。这，我读到这里，下面已经忘记了。还有难过的。昨天我们一起约会，开心吗？开心。说的是假话。你还愿意更了解我吗？我不打算。我有逼你去花费这么多精力吗？你要觉得累就不要做啊。但是我并不后悔把精力都花在他身上。我栽的。怎样风格？被爱意环绕着的感觉。哎，我觉得可以加耳朵，我觉得挺好看的呀。我今天给你做早餐。天哪，你好开心。是给你。我好幸福。很开心我。轰轰烈烈地追求过一个女生，这个是我一生没有体验过的。对于我来讲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都不后悔。今天我选择不告白，因为我觉得爱一个人有的时候需要学会放手。我还有2个东西想要送给佳怡，有一个就是小茶杯，因为你不喝冷水。
哎呀，唉，哦，来了，谁？谁？走过去的时候，在想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吧。还是会期待他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出现，会说什么话，或者说会给我准备什么样的告白礼物。包括我也会期待他到底是表哪一种白，是我们继续相处下去了解的表白，还是说我们在一起的表白。一开始下楼梯的时候还蛮放松的，然后很远的看到他的时候，我看到他在笑，那就更轻松了。但是越来越近就越来越紧张。早啊，晚安。你这会儿穿得很正式啊。你也是。看不见，好着急啊！想看吗？想看啊。想看我们就去那坡上看。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去吗？走。那个坡。对，我们走到那坡上去。一群吃瓜群众。哇哦，天宇。天宇。哇，是涵涵。好羡慕，好浪漫。对，是的，还可以，除了听不见声音。对。你有被男生告白过吗？就是没有这么正式的场景。你在想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感觉有点紧张。你会紧张的吗？对啊。我有好几个礼物要给你。首先，你不是说你今天看，先是一朵花，它是有寓意的啊。首先，这个玫瑰花是我昨天在客餐厅的时候自己拼的。就是首先，我觉得它是不会枯萎的，而且我觉得它相比鲜花来说，它是有棱有角的，跟咱俩的性格很像。然后。是我给你买了一瓶香水哦，是因为我觉得香水味道，它可以让人记住很多东西，就是我希望咱俩在见不到对方的时候，可以永远想到我。这是香水，谢谢。还有一个唇膏哦，就是你经常用唇膏。谢谢，很贴心的，这个真的是。还有最后一个，这是咱俩的照片。3、2、1，肯定好看。我也觉得。我这个相框好看吗？好看呐！你看你在热恋啊。对啊，是热恋啊。谢谢。喜欢吗？很喜欢，挺感动的。我觉得他选礼物很有心啊，
虽然他没有说很多，但是在礼物的选择里面，他是想要表达很多，然后我都收到了。我其实想说的是，爱能克服远距离。买了一个礼物给你，是一个手镯。你记得当天就是我们去剪舌头的时候，这个特别有点丑，丑的送给谁？送给你。然后我看到这个手镯，我就觉得非常适合你。啊，5颜6色的。对呀，我一看到这个，我就想起我们当天排那个舌头的时候，就特别像。我想跟你说，这几天跟你相处的感受嘛。第一天看到你的时候，其实挺深刻的。我叫杨天宇，你可以叫我 Angus， 或者是叫我天宇也可以。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！你笑得很好看，是你让我卸下了那个紧张感。然后我还记得第一次跟你在蒙古包里面约会，就是输了要做一个丑的脸，要丑一起丑，真的要丑的哦，要很丑的。好，超级丑。我就感觉我在这个岛上也没有别的女生可以接住我那些屁话了。然后约会之后，就是时不时会想起你啊，就是我想再一次跟你去约会。然后第二天我们又约会了嘛，我们去了海边。3、2、1，我远比我远这么多。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很随性的一个女生，我也很喜欢这种女生。然后到了第3次约会的时候，你把机会给朋友了，因为是你们谁都不带，我给你带吃的。我就觉得你会为别人着想的那一种。到了最后我们昨天约会的时候，是我最舒服的一个状态。就是这个味儿。因为感觉自己在家里面一样。我们聊了很多自己的过去啊、人生啊，以及未来的事情。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类似的地方。虽然我觉得我还不够了解你，但是我希望可以跟你去很多地方，然后我希望可以跟你做很多事情啊。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做吗？什么？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谢谢。其实我们俩节奏都不是那种很快的相处，就是我们俩每天都在慢慢来，进一步，进一步，进一步，都是在找到那个让互相相处最舒服的一个状态。不跟你玩了，杨天宇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你不够温柔，会打破。一脚给你踹飞。哇，好温柔哦，温柔的主厨。烂笨蛋。你也是。装傻。想我吗？你猜。我有。
他们在那边看。谁？他们。哦。你今晚吃多了吧？好抱歉。哎呦！村长，恭喜你们。OK。你们在那儿啊？对，我专门跑出来看的。看我第一单了。恭喜！恭喜！哎呦，小韩，宝宝，哇塞！说了什么？说了那么久，我们一句也听不见。就是不让你们听。天宇，第一个，报一个。恭喜恭喜！哎，我们就不报了吧。啊，这样来吧，那我们，好，来回，我准备见证下一对了。走啊，一起。可以啊，一起。我们是第一对啊。对，你们是第一个。知道吗？看下一对。对，吃瓜这个视线非常好。这个位置还不错。这怎么能看得见我们在拥抱啊？你们就在下面呢。哦，在下面。有上帝视角。站在山顶上吃瓜。好，下一位。这小杨吗？还是嘉义？来了。小杨。哇，好漂亮！哇塞！哇！当下还是挺紧张的，不确定他会有怎样的表达。哇塞，我崩溃了！看着恩达从远处手捧鲜花，一步一步向我走来，真的帅爆了！哇来！好帅哦！哇，恩达加油！雄起！我们不是说好简单一点的吗？是啊，就简单一点啊。爆米花。哇，你这个太……好啦。今天这么美，哪天不美？是喜欢的风格吗？真的像小女生一样。哦，你要不要看我的礼物？可以啊，那我先看你的礼物，轻松一点。我今天去抓的，就是我去那个商城。你去抓娃娃了？对啊。哇。然后我刚好看到有小羊的，然后你可以拿一个。就我抓了2个，哇！哎，这个是羊吧？这个好可爱，这个好可爱，这可以抓一个。抓2个娃娃，就是想让恩达在我们见不到面的时候，看到娃娃就能想到我。啊！气死我了！我一定可以，拜托！我真的很想要这个，拜托！气死我了！我今天在这里不抓到这个，我就不回去了。抓到了！气死我了！哇塞！天哪！我要哭了！这太可爱了！你可以选一个，然后另外一个我拿着。那我选这个。
我想要男生。你想要男生？嗯。好，那你选这个。好。因为你最喜欢白色，这是你。对啊，所以你要把我放在你身边啊。你抓的？我抓的。好厉害，我会好好保管的。然后还有一个，这个，你猜要是什么？不是信。猜要是什么？你打开看。现在要打开吗？你打开看一眼。哇哦！就是你不是答应我来新加坡环球影城？那如果有出岛机会，我会想跟你去迪士尼。好呀，环球旅程也可以。环球影城。环球影城。我下次去新加坡，你可以带我去环球影城吗？可以。拉钩。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。那张门票是一个承诺的兑现。我希望他可以来新加坡找我，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环球影城玩，这是我对他的表达的诚意和展示。就是有一点粗糙，如果你来找我，然后我就拿着这个票，对，兑换一张门票。兑换这个门票必须你陪我去才可以。那肯定啊，我会买2张啊，好吗？好，那太好了。然后还有一个。还有。然后呢，我想送你一个耳机，这样你听歌的时候就可以想到我，然后你就用这个耳机给我打电话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，我本来想买那个立式的。哇，说实话，我还真的没有。真的吗？我还真的没有。那太好了。我平常不太会用耳机。对，所以怎么就出现的刚刚好呢？我们俩还蛮心有灵犀的。所以我希望我们俩一直在电话。可以电话完，然后可以见面吗？不要一直在电话吧。是见不到面的时候，我们要电话一直联系。好。送恩达的这些礼物，就是想让他在我们见不到面的日子里，看到这些礼物能够回忆起在一块的美好时光。我希望我跟恩达可以从2个完整独立的个体，可以走到一起，然后变成更好的我们。其实当下是有一点难过的，一想到会发生2个人见不到面这种情况，只能靠着打电话来联系，就是会很难过。因为离开天平岛之后，可能真的没法像在这里一样，每天都可以见面，每天都可以聊天，每天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。哎呀，怎么感觉来到这里就这么紧张了呢？你紧张什么？紧张啊，怎么紧张呢？所以小杨，每周1、周2中午12点 ，SVIP 正片更新，42点正片会员专享。每周3中午12点，天平岛开放中，热恋持续升温。每周4中午12点，惊喜陪看，邀请3两好友一起来看天平岛的爱情现场。还有每周5、周6花絮及抢先看准时送上。每周日超前掉落，带你抢跑追爱一线。感谢你的出现，让我感受到了对爱情的渴望。经常打电话给我，联系我，不要忘记我。在未来的日子，我会像贝壳一样守护着你。如果你愿意，就点燃这根仙女棒，然后告诉我你愿意。点燃这根仙女棒，就代表我们要在一起喽。都说爱运万难，但我也觉得
爱袁万南。现在要去买妍妍的定情物，我还挺期待他给我准备什么的。有没有贝壳的？他每次打开这本本子都能看到我写的这一封信。你觉得他会喜欢吗？我在想有没有榴莲味的香水，能同频共振的那种轻松的状态，其实是很难得的。我觉得只要是对的人，他说啥都是 OK 的。他不说话也是 OK 的。对，别让他们告白完，我们就很轻易的。亲了，真的会这个气氛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先来看我们的最后一支少孩子。啊！我在说什么？大家好残忍啊！哎呦我天，我的老天！哇，我想看我自己的说话。哦，我走了，收不住了已经。什么时候亲啊？你们亲了2分钟，你忘了吗？怎么可能？你看，还在亲。啊，怎么是这个？期待再与你们见面。拜拜。欢迎来到天平岛，下面是岛民游戏时刻。要赢哦！这个走的好难哦。可以了，行了。你真想累死了。太稳了，关关。欢迎登录微博，关注腾讯视频势均力敌的我们官方微博，也可进入腾讯视频势均力敌的我们话题页参与讨论，边看边聊你关于爱情的看法。更多节目精彩资讯，尽在新浪娱乐、微博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关注腾讯视频 VIP 官方账号，进行会员权益、福利资讯抢先知。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，大屏观看更畅快。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，get 更多优惠信息。